我妹啊，要是真不愿意嫁，我养她一辈子。瞎说。哎，哥，这围巾没见你戴过啊？啊，应该是病人送的。今天天有点凉，我顺手给赔上了。荣家那2位小姐这2天就该考学了吧？哥哥倒是很关心荣家的事情啊。我关心他们干什么？我是关心你。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辞职回来。想找工作的话，哥可以想办法嘛，就来我们医院。自由自在的，还有哥照应，总比荣家好吧？哥，你今天戴的围巾手感极好，一看就是用的上等的精细羊绒，但是这个针脚却不大均匀，显然是有人亲手编织的。虽然这个编织者的手艺不怎么好，可是看得出来，这一针一线皆是心意。能用得起这等细羊绒的人家，想来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家。这同样的花色，我倒是在荣家见过。你怎么跟妈一样，开始操心我终身大事了？这门诊部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送谢礼的，我就是看今天天凉风大，顺手围了一条。至于你说的什么花色啊、质地，我也不懂。想必那个病人是什么大户人家吧？哥，你拿人家当病人，可是人家又怎么想呢？围巾这样私人的东西，你也好收啊，还是避点嫌好，免得又传出什么风言风语的。好，哥知道了。我呀，在国外待久了，倒还真没在意这些繁文缛节。你不喜欢，哥以后不收就是了。那条围巾明天就给放回去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注意安全啊。回去吧。姐，冯小姐，出去吧。好。尝尝这个千层酥吧。刚刚出炉，阿文就送过来了，味道不错。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不敢。你看这千层酥，从一块小小的面团，反复赶压，重复对折，这慢慢的才变成了一个精致的甜点。口感很好，很松脆，而且甜而不腻，就如同人生一般，需要千锤百炼，才可以张弛有度，沉浮于心。我说的这些话，你懂是什么意思吗？我难得出门一次，只是想问问七爷，有什么吩咐吗？上次生日会，七爷跟荣定坤见了面。最近我觉得，荣定坤越发的防着我了。最近，他防着你又岂止这几天？早就把你底细查得清清楚楚。不过时珍啊，荣家小姐们该考学了，结束之后，你的工作就完成了，那你还有什么借口和理由继续留在荣家呢？确实，荣定坤一定都知道我是文春里的受灾户之一。如果小姐们考完试，我还继续留在荣府，别说荣定坤了，就连荣家上也该起疑了。所以，我决定主动请辞。主动请辞？以退为进，可以让荣定坤放松警惕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不过这回荣家上可没理由再找你回去继续留在他身边。荣家上告诉我，他要正式去商行工作了，
荣定坤跟于智慧闹了这么一档子事，我估计荣家上十有八九是要去顶杨秀成的位置，会成为荣定坤最得力的副手。好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欢迎欢迎啊！荣老板，这是犬子、桥本大二。荣老板好。啊，你好你好，哈哈哈，来，请坐。好好好。桥本先生，令郎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冯先生好。小月，前面在做什么？这么热闹。好像来了2个日本人，听说姓什么桥本的，正在厅里头跟老爷说话呢。哦，快去忙吧。好的，冯先生。一直久仰荣老板的大名，今日得以相见，幸会幸会。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桥本先生过奖了，请用茶。听说荣家在上海有好几处房产生意，正好我们家想换个更大的宅子，不如荣伯伯帮忙推荐推荐，顺便多给点优惠。台儿，不要多话。犬子唐突，自幼在乡野惯了，没有规矩，还请荣老板多多见谅。哼，无碍无碍啊。正好最近新开发了一块地皮，恰巧明日犬子得空，不如让他带桥本少爷出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合心意的地方。好，那太好了，多谢荣老板。不是有客人吗？你怎么不在下面陪着？嘘。好不容易找机会出来躲一会儿。怎么？怕乔家二少认出来，你就是他们家小姐的旧情郎？认出又怎么样？我和他早就毫无关系了。你这是刚从家回来？嗯。伯父伯母还好吧？都挺好的。我妈还念叨你呢。你爹呢？身子好一些了？烟瘾是轻多了，食量也大了，就是肺不太好，大火里给熏坏了，天一冷就犯病，成天咳嗽。你当初也太不容易了，都不敢想象你是怎么撑过来的。那个时候，家里烧成白地，都是靠我爹的好友们凑钱，才把医药费交上的。幸亏我们家在老家，还有几亩薄地，也有一批药没有入仓，把这些全部都贱卖了，钱也够我们苟延残喘。那文春里呢？文春里的房子后来卖了吗？都烧成那个样子了，能卖多少钱？不过是一点地皮钱罢了。我家还算好的，我大哥做了医生，薪资还不错，养得起家。可是还有多少街坊邻居，因为这一场大火，变得一贫如洗。别说了，我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要不是在重庆耽搁了1年，不然我就可以早点回来了。
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，就算你去年回来，我们未必能认识。是啊，你是家里正经开药店的女老师，而我是走私大亨的儿子，我们的生活没有交集，也不是在一个圈子里。即便我们两个认识，你是不是也不会多看我一眼？小尚，来了。快去吧。时珍，若是你遭遇的苦难真的同荣家有关，我该如何自处？但若你家没有出事，我们又是否还能遇见呢？恕不远送，请留步。走吧。照片上这名女子叫孟青之，就是那天你生日会上那个不请自来的孟旭安孟老板的姐姐。当年我和孟小姐分开，她把祖传的金麒麟送给了我，留作纪念。我当时生意破产，不得已变卖了金麒麟，挽救荣家。孟旭安就是想要回这只金麒麟，所以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当时这只金麒麟卖给了一个姓张的收藏家，后来几易其手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你去查一下，确定他具体的下落。您是要把这金麒麟送还给孟旭安？是啊，这个孟旭安对我有误会，我只有把金麒麟还给他，才能化解两家的恩怨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这也是为你接手荣家做打算呀。爹，您一向杀伐果断，又怎么会忌惮孟旭安呢？这金麒麟本来就是孟小姐所赠，那当然由我们荣家来处置。孟旭安又有何理由讨要这金麒麟呢？这只金麒麟是他们孟家的传家之宝，孟旭安要回去实属正常。况且当时我和孟小姐分开，是我有愧于她。加上我这么辛辛苦苦的维护一切，都是为了你呀。你记着，孟旭安绝非善类，我替你平息恩怨，扫除障碍，将来也好把荣家放心的交给你。您放心吧，
我会尽力的。还有，桥本少爷看房的事情，我已经和乡里交代好了。明日看房你跟着去，他有什么需求，你看着办。以后这些事不用问我，从今天起，你自己做决定。是。哎呀，我就不去了。走吧，先生。先生一起吧。妈妈，我想让冯先生同我们一起吃早饭。那就一块儿坐下吃吧。陈妈，再加双碗筷。是。谢谢太太。先生快坐吧。早啊，先生。早。吃碗馄饨。谢谢。冯先生，小玉，冯先生，这是给您的花，真好看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少爷送来的。一定是上次生日宴上，冯先生被哪位男士所倾心了，能送这么贵的玫瑰花，一看就不是什么一般的人士。小玉，我对花粉过敏，劳烦你帮我把它拿走吧。哦。也不知道是谁不识抬举啊，来招惹我们家先生。一个不重要的人罢了。孟旭安，这名字听着耳熟啊。竟然是他。冯先生都说了花粉过敏，把花扔了。是。谢谢小玉。大哥今天要出门吗？后天中戏女塾就考试了，你能不能开车带我们和冯先生一起去看看考场？我等等要和云池去陪桥本家看房，你们若没事的话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去。等看完房，顺道看看考场。那赶快吃，吃好了一道去。你们先吃吧，我等你们。想好回去怎么跟荣定坤开口了吗？我是真走，荣定坤就算不杀了我，也会毁了我。至少我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。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上海一座城，我们家要在广州开第2家银行了。跟着我，我会保护你。我去度假干嘛？当你养的小白脸吗？你爹无非再给我一个乡里做，我在荣家这么多年，他怎么可能会信任我？又谈何重用？那你想如何呀？跟荣家上解除婚约，
跟我结婚。我若成了杜家的女婿，你爹自然会信任我。说的轻巧，我跟任家胜说好听了是一场婚约，说难听点就是一场交易。一旦解除婚约，荣杜两家签订的各种协议都要作废。我辛辛苦苦做了20年的孝女，到头来为了一个男人惹我爹生气，我图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要是真的解除婚约，我们家还得倒赔一笔钱。你真想让我坐实赔钱货这个名声吗？那我们现在谈论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有信心把荣家上架空吗？不好说。荣家尚虽然刚刚接触商行的生意，是个新手，但是他非常聪明，又肯吃苦，没那么好忽悠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当初是想从军的，是荣定坤死活不同意，硬拉着他回来接手家业的。从军报国，这么高的理想，荣伯父居然不理解。那我这个做妻子的，自然要支持他去追求理想了。至于家业嘛，不是有你这个能干的2掌柜吗？荣定坤是个老狐狸，是否让我当上2掌柜，还另说呢。怕什么？荣家的家业迟早会落到荣家上手里。你呢，就耐心地培养自己的势力。等你羽翼丰满了，荣伯父和我爹都老得不管事了，我就跟人家上离婚。到时候，荣杜两家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唉，好了，不想了。既然想不出更好的法子，那就过一天算一天吧。方画今天可真好看。先生，你这样看着我怪难为情的。待会儿武少爷看到你啊，肯定眼睛都看直了。就是，先生。芳华妹妹漂亮的跟换了个人似的，这是换了一家新的美容沙龙吗？这沙龙叫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介绍给我家妹妹嫂子们。云池哥，你这样就过分了呀！要夸我们芳华好看呢，就大大方方的夸，夸什么美发沙龙？我们芳华又不是广告模特。好好好，我的错。今天妹妹好看的，我都说胡话了。先生是要和2位小姐出门吗？对，后天我们中戏女塾就考试了，大哥让我们和你们一起去，正好看一下考场。家尚，今日劳烦你了。哎，世之，阿尚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也让我一同去看房，你不会介意我一起吧？怎么会介意呢？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啊，是吧，大哥？桥本小姐来看自家房子，合情合理，何谈介意？这边请吧。这桥本小姐对你还真是情深意重啊。我觉得她比兰心姐好。别乱说话。这说起家事，桥本家可能更胜一筹。唉，真该早点让你们见面，也许这样大哥就不用。都说了别乱说话，你们当我是什么呀？谁好我就卖给谁。云池哥，我也想坐你的车。好，去吧。唉，看起来你这2位妹妹好像更喜欢桥本小姐。这论笼络人的手段，她比杜兰心可更高一筹。
阿尚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来了。请。昨晚没睡好，开车太累了，你开吧。哎。没事吧？麻烦开慢点，我有点晕车。好的，桥本小姐。阿尚，你当初描绘了那么多上海的景色，还说要带我来看，现在果然兑现了。我当时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，10来岁就离开了家，上海的事情早就不太记得了。那个姓孟的给你送花，你不太高兴？我哪有不高兴？怎么会有女人不喜欢鲜花呢？那就糟了。我刚和家里说，以后那个姓孟的送花我们一概不收。要不待会儿回去，我再给管事的说一声。你是东家少爷，自然要听你的吩咐。你想我收我就收，你不想我收，我也不缺那一束花。孟轩这个人太复杂，他不安好心，你少跟他接触的好。要是你真的喜欢花，我每天都可以送给你，怎么样？还是敲了门挂在门上吗？大少爷送花，似乎只有这一招呢。你说孟先生不安好心，我有什么可值得他图的？图色啊！图色啊！图色是不安好心的话，那大少爷对我也不安好心啊。阿尚和冯小姐在聊什么开心的事啊？也说了让我听听啊。我们在聊杜小姐呢，加上她想讨未婚妻开心，想送她一件很特别的礼物，所以来跟我征求一下意见。啊，阿尚就是这样的人，只要他想对一个女人好，真的是会把对方给宠坏。乔贝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别动。怎么了？头发缠在衣服扣上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大少爷，我们到了。
谁让你来这里的？这是哪儿啊？阿少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文春里啊，老爷一大早就安排好了行程，我也是按老爷吩咐办的。废什么话，赶紧把车开走。那这里不看了？既然来了，就要看一眼再走。再说了，桥本小姐不是还要看房吗？原来是大少爷驾到了，难怪这天立马就放晴了。只是眼下这工地四处乱糟糟的，怕是招待不好诸位贵客呀。原来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啊！这样，那我先带诸位少爷小姐们四处参观一下吧。我们这儿地理位置特别好，这外围呢做的是大商铺，那圈啊都是独栋的小洋楼。我就想看看独栋的小洋楼。这位小姐果然眼光独到。我们这儿啊，正好东南角有一栋独栋小洋楼，是专门请洋人设计师设计的，那叫一个空间大，视野广。不错，带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大少爷，您请吧。走吧。你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这片地是你们家的？人家便宜转手，我们家就买下来了。等到时候那个码头变成私有港的时候，这里应该会挺旺的。火都烧得通了天，能不旺吗？别过去了。别进去了，这里太危险，这柱子随时都会垮下来。不关你的事。你若遇险，我还要救你，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我不需要你救。我的家毁了，你们荣家却在这儿盖新楼、铺新瓦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怎么，我连回来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世珍，这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有的，只是你看不到吧？别进去了，松开！对不起，世珍。我从南京接到电报赶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3天。那时候，家里还有些大洋在保险柜里。
我想过来看看还找不找得到，就看到邻居们从废墟里面，从一堆堆的废墟里面翻出亲人的尸骨，那些尸骨全部都烧得面目全非。对不起。大哥也真是的，说好了带你们来看房子，结果他人先不见了。阿尚肯定有别的事情要忙，没关系啊，有你和芳华陪我一起看一样的。大哥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别墅可漂亮了，里面……走吧。老爷，你怎么能想一出是一出呢？咱们当时可明明说好了，要给婉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怎么现在要去跟什么郭襄理说亲？我可打听过了，那郭家穷的连太太小姐都要自己补衣服。我的婉儿嫁过去能有什么好日子？还不是连嫁妆都得拿去补贴郭家上下老小。行了，郭家那是前清举子之后，嫁过去不会亏待她的。前清举子算什么呀？婉儿可是我大哥唯一的女儿，她才14岁啊！你明明可以给她找一个更好的婆家，你怎么能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呢？哎呀，老爷这是为你们孙家好才说下这门亲事，你现在怎么反怪起老爷来了？太太要是觉得好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？哎呦，瞎讲，那能一样吗？好了，都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不要和我闹。郭家也是正经清白人家，嫁过去总比到别人家当妾要好。我还跟你说，青儿的事我还没跟你细算呢。你别以为你在家生了个儿子就可以作威作福了，在这个家里面，你就是个妾。听见了吧？在这个家里，你只不过是个妾而已。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。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没钥匙打不开心扉。有谁知未来的路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
不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啊，与你共舞，又回忆可同步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眼睛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记忆中会留下你笑容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任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留下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